搞了半天 Team Taiwan 是 Team China 吧？有人发现球迷风系列 Team Taiwan 的外套竟然是中国制，首批产地为中国大陆的部分棒球外套呢，误使用了台湾的吊牌。那我就问经济部，你要不要去查一下？商标管理局要不要查一下？乱标这要罚钱的吧？你害了一大堆青鸟，对不对？台湾，然后呢，结果身上穿的那件外套可能是 Made in China， 就是太把政治意识形态带到体系里面了，真的没有必要。说实在，就哪怕是中国制又怎么样？现在哪一件东西不是 Made in China 呢？对，他这个逻辑是我们其实不觉得怎么样，但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在乎，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中科院呢被揭露向了中华化学公司采购了一批用于呢我们的飞弹火箭的推进器，叫过滤霜胺。那现在中科院的说法就是说，哎呀，新闻报道是假的，那我们会去精炼，所以呢可以保证没有问题。但没有啊，你们抗中保台的说法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大陆制品嘛？你有自信一本正经的说干话，然后他就觉得可以回避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官员。如果同样是国民党执政的话，今天有中国制的，那天顶都炸了。当然啦，就等于送匪嘛，他们就是在陷害我们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也知道，民进党听到中国字就会跳起来。最近12强落幕，但有人发现这个球迷风系列的外套啊，叫 Team Taiwan 的外套，竟然是中国制的。那对此呢，球迷风的紧急道歉说啊，这是个误标啦哈，因为我们的外套呢采分批生产啊，会有来自中国大陆跟台湾制造的，首批产地为中国大陆的部分棒球外套呢，误使用了台湾的吊牌，导致水洗标跟吊牌呢产地不一样。那对此呢，这个标示疏失造成的不便，我们自己诚挚的歉意啊。我觉得这事也很好笑啊，搞了半天 Team Taiwan是 Team China 吧？就是它到底是部分中国制误标成台湾，还是到底是台湾制误标成中国？我很难想象会有台湾制误标成中国的情况。坦白说，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当下还想说，我知道很多会刻意把 MIC 的东西，然后弄成 MIT， 还是吸水。但是呢，我很少听到会把 MIT 的东西改成 MIC， 这个闻所未闻。那我觉得呢，如果有些人要买单相信的话，就相信吧。好，那大家要挺台湾，但还是没有办法绕过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就便宜的商品，或者是说，比如说一些流行的服饰，那它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我是觉得这件事很讽刺啊，因为Team Taiwan挺了半天，靠衣服，对，就是有一些刻意想要把 Team Taiwan 然后拿来搞成这个所谓的国族认同操作的这些人，那就请你就是从头到尾，那你都是台湾制造的。那 iPhone 要现在去丢掉？实际上是这样子啊，你就不要用 iPhone 了嘛，因为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大陆制的。你看那个最近库克不是去中国大陆嘛，然后才讲说，哎呀，没有中国供应链啊，这个苹果没办法发展到今天。是啊，其实这件事情很有效的是什么？民进党就想借这个把它跟他的选举口号做连接，听他们就是挺赖清德，他其实就想这样洗啊。对，然后但我并不觉得一般民众都是这样想的，我就觉得还好我觉得他们想多了。那我就问一个问题，经济部你要不要去查一下？你这个商标管理局要不要查一下？这个乱标这要罚钱的吧？你害了一大堆青鸟，对不对？他们逛改写之后，你要台湾，然后对，到现在还举那个台湾独立旗哦，搞得有够政治化的。然后呢，结果身上穿的那件外套可能是 Made in China， 哇天哪，我觉得青鸟快疯了。不是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像他们前一阵子有开了一个记者会，民进党吧，就有什么沈伯洋跟林楚英啊，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买中国大陆的东西吧。那比方说像好淘宝，那林楚英就有被钟佩君踢爆过，以前超常买淘宝，然后寄到台北市议会，因为他先生是台北市议员嘛。然后所以梁文杰身上也都是中国货。对啊，然后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我的服装的时候，就也抓到很多就是林楚英她的这种就什么耳环啊，然后就都是赝品啊。那假货是哪里来的？你觉得假货是哪里来的？假货是不是从中国大陆掏来的？就是你知道是叫做什么平替，那是不是就是掏来的嘛？你还有没有在使用淘宝嘛？啊，他在议场里面还不在看爱奇艺。说实在，就哪怕是中国制又怎么样呢？现在哪一件东西不是 Made in China 呢？所以他这个逻辑是我们其实不觉得怎么样，但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在乎，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清德的鸟青鸟啊，所以我恐怕现在最崩溃的可能是青鸟，因为回家看自己买那个好几千块的外套，我怎么穿着中国外套？就是太把政治意识形态带到体育里面了，真的没有必要。其实讲到中国字，清德鸟就会发疯嘛台湾的火箭推进器呢，竟然是来自中国大陆。中科院呢日前呢被揭露啊，向了中华化学公司采购了一批用于呢我们的飞弹火箭的推进器，叫过滤霜胺。但是记者呢取得一份进口报单显示呢，这批原料竟然是中国进口。他从天津然后洗产地洗到台湾的公司，然后再留台湾的公司，然后再卖给中科院。根据国安法定义最好
好笑的是，因为军品所有从头到尾都不能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港澳地区，所以不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巧芯，这个题目我之前就质询过了嘛，然后还有一堆青鸟在那边出征我，然后讲说什么不懂化学，然后什么什么之类。我跟你讲，这就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它的 JP 跟 AP。那整个过氯酸铵它就是火箭的推进器。对。那当时我们就质疑，就是说它的不平均的问题，那可能会造成火箭在你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那它的燃料它的这个速度不均，然后会怕它就是不实用、不好用，会有问题。那但是呢，反正对方他就是摆出一个他很懂的样子啊，很简单。其实做官员很简单，你就是一脸自信，然后讲干话，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他讲很有道理的样子哎。然后因为我是女生，然后我又是新科立委，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给徐巧芯上一场化学课。那现在中科院的说法就是说，哎呀，这我们会去精炼哈，所以呢，这个可以保证没有问题。但没有啊，你们抗中保台的说法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大陆制品嘛，就跟我之前揭露说，你这个行车记录器为什么是才买大陆的，还买了贵了。他们那时候从合约里面把那一条拿掉，就是说非机敏性器材的话不在此限哦。他们直接这样自己偷改哦。但问题是我们国安法的第11条第1项第1款就已经讲了嘛，产品跟原料都不得来自中国、港澳或境外敌对势力嘛。那你自己的签约的你的合约有比法律来的大吗？对，你合约没有比法律大嘛，所以你这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嘛。然后很好笑的事情是，拿这个新闻报道呢质询他，就说，有新闻报道提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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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就跟你说新闻报道是假的，认知作战，新闻报道不对，跟你摆烂了。他说新闻报道是错误的，你不要相信。然后呢，我就说你们没有符合美国的军规哦。那美国的军规规定是不能加化合物的情况之下，你的原始比例大概要高达80%是纯的。但是呢，你们的做法是呢，可以添加其他化合物之后达到80%。那你们有没有改善？然后呢，他就突然说，哦，因为我们还会再训练他们，还没有开始量产。然后我就说，可是你们给我的资料上面就是说已改善啊。对。然后呢，那你现在告诉我说没有量产，那你只是还没量产啊？我今天如果不提出来的话，那你不就量产了吗？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很有自信，一本正经的说干话，然后他就觉得可以回避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官员哦。如果同样是国民党执政的话，今天有中国制的，那天顶都炸了。当然啦，就等于是这个共匪嘛，对不对？因为你拿中共的东西，中共东西一定给你就是射不出去的，你还拿它来，你在我们的飞弹里面装入敌军的东西，那到时候一定射不出去啊。他们就是在陷害我们啊。但是我们去质疑这个东西，它包含来源，然后包含它的纯度，包含它的均匀性，好，那他们就会说，哎呀，这都没有问题哦，报道都是假的。可是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执政的话呢，你就很难想象他们会怎么样去讲这个事情。他们那边贴那个大字报，中国制中国党。